雪衣卫已为陛下铲除逆臣贼子。雪衣卫统领奉座人听命。朕命你即日加入定远侯府薛家，家训定藏匿于此，你务必先他人一步找到家训，取他受戒。属下定找到前朝余孽，为陛下斩草除根，护我华朝江山。起来。此事体大，切不可暴露身份。遵命。陛下久病不愈，皇子年幼，江山社稷危在旦夕。当年圣上亲弟家训原为太子，后流落民间，如今已年满20，恳请陛下寻回家训，认祖归宗，稳固朝堂。薛家大街什么时候开了一个新路口？哎，这小妞姿色不错，她不会就是掌柜吧？哎，您是掌柜的？嗯。啊，这在哪儿可以买到啊？这布料可真好看。布方来了新货，公子里面看看。里面看看，里面看看。张二狗，把你那狗爪子给我松开！薛和煦，怎么又是你？出场这么爽，你个破收租的，我劝你少管闲事啊！你小子，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？你骚扰掌柜的，就是在跟我们薛家作对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娘亲在我们薛家租的杀猪档口，那可是你们家唯一的营生。还不快走！多谢公子帮忙解围。应该的，掌柜的在我们薛家租商铺过营生，我们护着你，是应该的。这是商铺半年的月银。掌柜的给租金可真及时啊！只是这布店生意寥寥，不知掌柜的这银子从何处得来的？这还是崭新的官银。刚才我要是不上来拦着，那张二狗恐怕就身首异处了吧？有没有人要减租的？薛公子，减租是真？我们薛府说一不二。薛少爷这儿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要我们拿什么来交换？毕竟你的手段我们可都是见识过的。瞎说啊！这女掌柜的呀，一人在外谋生。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，你们呀，帮我好好的保护她。看他这家店呢，有什么异常人等出没呢？及时向我汇报，提供有用线索。我下个月开始，租金少1成。哎，好啊，我保证啊，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。送到手的馅饼不能不要。这么多事儿啊！掌柜的，对呀，看紧了啊，咱们得。走，我们散。我劝你啊，不要在我们薛家地盘搞事。你要是有这个想法的话，明日就搬走吧。等我入了薛府，
第一个杀掉的就是你。二公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皇上为何忽然赐婚给父亲？陛下听信谗言，认定我们薛府私藏了前朝太子家训，派新夫人前来调查监视我们的。前朝太子已经失踪多年，怎会旧事重提？陛下现在病入膏肓，他唯一的幼子又无法继位，他应该是想到了当年夺位之事，恐家训趁机回宫来争位呀。皇权之争，必定是腥风血雨，高位者竟无一人为百姓民生着想。陛下疑心之下，恐宁错杀不放过，我们薛府危在旦夕呀。此事先不要跟老夫人他们讲。心腹如果胆敢轻举妄动，要他命！父亲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薛家。薛儿对外人如此残忍，于你而言，未见得不是件好事。真是糊涂啊！他们看现在陛下身体抱恙，居然重提前朝太子的事，就是想逼陛下退位。杀了他们，以儆效尤。恐怕已经有人先你一步了。静安司总长古千夫听令，即刻去定远侯府，找出前朝太子。杀了他，以儆效尤。哎，别杀他，把他带回来见我。交于太师，替天行道，以儆效尤。没错。现在陛下有个大小事情的，总想到有血衣卫，却忘了有静安司，我们定不能输了他们。古千夫，你作为静安司的股肱之臣，一定要赢过血衣卫。杀了他们！快去办事！陛下还真是城府颇深，你以为这样你的皇位就能传给皇口小儿吗？待我确认谁是真的前朝太子，天下就是我的了。如今皇上赐一心腹入府，这以后要是有了孩子，叫我和东阳如何自处？况且听说这王氏是戍边功臣，回京不久，大有来头。大嫂别忧心，爹生病了，皇上赐婚也是想给爹冲冲喜嘛。这堂还没拜，可不行掀盖头啊！无妨，我向来不计较这些繁文缛节。县少爷，不方关门了，掌柜的呀说他要去嫁人了。我知道，掌柜的已经到了。你就是王氏？你们认识？我爹让我体验民生，就给我开了一个布方。
但是我生意不好，让薛公子见笑了。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还请薛公子多教教我。哎，哪轮得到他教您啊？今后你是我们小妈，当然得您教我们。来，何旭，叫小妈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侯爷那儿出事儿了！快，侯爷快不行了！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怎么会有人对薛侯爷下死手？到底是谁？爹，侯爷这是怎么了？我刚嫁进来，侯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哥哥，别害怕，来吃个糖。你告诉我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媳妇儿不让东阳吃糖，我就来爹爹屋里找糖吃。看见爹爹跟人家在玩摔跤游戏，东阳也想玩。什么摔跤？爹身体那样，怎么玩摔跤？还有别人，行事这般愚蠢，简直打草惊蛇。大哥看到有人要害爹，以为是玩游戏，于是闹出动静。杀手看到人多就收手了。是哥哥救了爹，哥哥真英勇。先报官。王氏，你跟我父亲这婚，高低是结不成了。啊！真是不巧，您刚来，我们薛家就有此大难，怕连累您，要不您先回母家待待。薛和旭，薛富贵次子，薛府管家，20岁，目标1号。薛东阳，薛富贵长子，柳娇倩夫君，23岁，目标2号，可能是装傻。漂亮姐姐。大哥，别乱说话。薛暖暖，薛富贵之女，薛和旭龙凤胎胞妹，20岁，可能男扮女装，目标3号。前太子的体貌特征不详，只能一一调查，宁可错杀3000，不可放过一个。现在没外人，薛家老小俱在，那就一起见阎王了。刚进门就迫不及待要动手。他是画室的。老祖宗，我与侯爷定下终身，虽然还没有拜堂，但我早已把自己当作是薛家妇。侯爷卧病在床，我怎能一走了之？好孩子，竟然对薛郎如此情深。好啊，既然情深意重，我听闻月川河有河神庇佑，要不将您献祭给河神，换我父亲的一生平安，也不枉你对我父亲的一片情深。献祭还是走？王氏，选一个。我薛家世代簪缨，怎可草菅人命啊！二弟，咱可不能犯法呀！二公子，我既然嫁进来，便是薛家妇，我定然不能在侯爷蒙难的时候就此离开。啊，好孩子，还不叫小妈？那是看王氏对我父亲情比金坚。再说了，王氏刚烈，父亲又病重，我这建议并无不妥。二哥，要献祭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她既嫁进薛家，那就是薛家人。我们一家人要好好生活才重要。你这么抗拒，难道？你是怕你小妈给你父亲生了子嗣夺你家产？你莫要如此小气呀！这家人心思倒是单纯，但是为了陛下的江山社稷，也只能都去殉葬。大家对我如此之好，
心腹不知何以为报。那我给各位敬杯茶，以表我的心意。老祖宗，我有点渴了，我先喝，谢谢啊。不孝子，小妈敬长辈的茶，哪轮得到你喝啊？啊，是，祖母说的对，是我做的不对了。那这茶就当赔罪，算是晚辈敬长辈。小妈，请喝茶。谢谢小妈不顾危难嫁入薛家。此人着实碍眼。小妈不接茶，难道是怪罪晚辈刚刚言语不敬吗？还是说今日之事与您有关？是静安寺的妃婊，周太师，为何要在这里下手？周太师，你竟敢有二心！大家别慌，按操练的来。你们先躲起来，我叫守卫守护大厅。跑这么快？哎呀！古千夫，凤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静安司的人真是不知死活，敢来我的地盘。要不是这次行动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男人。对了，你究竟是男是女啊？找死！哎，又想下死手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刚想灭侯府，削骨散，半炷香可入骨髓，你死定了。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小马，我太担心你了。怎么又是你？这不是担心你安全吗？哎，那是什么？雕虫小技，你们全家的命都在我手上。女侠，您武功如此高强，为何要对我定远侯府赶尽杀绝？你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为何要赶尽杀绝？难道你真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你光天化日嫁进来，我们所有人都见过你的模样。第二天我们要是全府的人都死了，你就算跑，能跑哪儿去？都会把你抓住，报官的。你不要命了？以我一命抵你们薛家满门，不亏。难道这个世上就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？我在乎的人早已经死去了。削骨散是吧？凤座人。古千夫，你找死！找死说不上，凤指挥使这一掌，你我内力相结合，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，毒可就逼出来。毒是解了，你的功力也没了。我的内力呢？
我在胸前放了西宫散，你打我的时候就中毒了。无耻！前太子之事人尽皆知，奉指挥使刚刚入府冲洗，便着急着要发丧，有些不妥吧？不如你我联手找出前太子，你也好交差，不是？哼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静安司就是想和雪衣卫争功。哼。什么味道？下作小人！什么情况？青天大老爷呀，你得为我们做主啊！就是这个心腹，还有这个奸夫，他不是要嫁人，而是要将我们侯府置于死地呀！薛少爷，先起来，慢慢说啊！我慢不了一点儿，大人。还有今天本该是我父亲续弦，没想到这个心腹和这个奸夫一大早起来就要谋害父亲。儿啊，你究竟为何如此容不下你小妈，竟要将这天大的罪名扣在我头上？扣你头上？这个是我在我父亲卧房里发现，和这个奸夫身上的布料一模一样，正是这个奸夫所为。你说谁奸夫？把话说清楚。谁要做他奸夫？抽给我打的！你身上怎么会有如此多暗器？哇哦！大人，他这么多暗器，定然是要弄死我们呀！你得替我们做主啊！你放你！副主任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蠢货！事已至此，谷大人，您就告诉大家吧。谷前夫，只好牺牲你了。尔等放肆！本官乃是奉朝廷之命前来。朝廷之命？那朝廷命你干什么呀？哈哈哈哈哈！无可奉告。你说不出来，你放什么屁啊？你无可奉告，大胆！你除了无可奉告，还有没有别的词啊？词汇量如此匮乏，蔑视官府，罪加一等。我劝你啊，不要再找借口，老实说出你的奸情，求我们的原谅。谷大人乃是静安司的总长。对。圣上当着我的面嘱咐，薛府战功赫赫，侯爷卧病在床，想趁虚而入，对侯爷不利者，大有人在。所以特遣周太师的静安司派专员保护，此人便是谷大人。对，我今天差点被那个贼人掳走，是谷大人救下了我。在推搡之中，我不小心倒在了谷大人身上，就仅此而已。其余的事，民妇不知。如若对谷大人之事有疑问，可去太师府询问，一切都是太师的安排。正是。哎，大人，这个女的巧舌如簧，你不要被骗了呀。王氏进门还不到1日，你就处处针对，还差点造成丑闻冤案。你父亲续弦，你就这么不高兴？定远侯府的人岂能如此小肚鸡肠？老祖宗，不要伤害和煦。
儿啊，小妈知道，你从小没了娘，是老祖宗和侯爷把你拉扯长大，所以你防备心强，一切都喜欢往坏处想。但你这样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家人，儿啊，你受苦了。王氏啊，你蒙此大辱，竟能如此大度，有此心腹，定远侯府终于拨云见日了。一场误会，大人。既然如此，本官就先行告辞了。家事还报什么官？哎呦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小妈，这就是您的房间。今天诸多不顺，您受惊了，您先好好休息，明儿一早我再来请安。辛苦了。下来吧。也不必行如此大礼。为什么暴露我？你这样我还怎么执行任务？凤座人，你这么恶毒，你小心嫁不出去你！你莫不是忘了，今日是我大婚？你什么你？你们静安司干的都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给你一次当英雄的机会，还不快谢谢我？你害我武功尽失，我还要谢谢你？金刚丸可以恢复你的内力，只要你肯把西宫散的解药给我。成交。就知道，这个金刚丸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的解药也只能维持一阵子。骗子！很好，说明我们都训练有素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可以交换所有解药了。哼，想都别想！刚才已经证明，你恢复内力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杀了我。现在我俩都内力尽失。但案子还要调查，既然这样，不如一起查。来，给我汇报一下你的线索。女魔头才不会跟人合作。你不会没有线索吧？嘿嘿，我没有内力，也比你查得快。再见了，您嘞。很晚了，回去歇着吧。我不累，祖母。你可知道家和万事宁啊？我只是想保护好家里人。这个王氏，自从进了府，就发生这么多事情，肯定不简单。你不要把生意上的那些多疑敏感带到家里来。万事想得周全些，总是没错的吧？爹，你放心。我一定不会让薛家受到一丁点伤害。哎，爹，没事啊，一切安全。
前朝太子有整个侯府作伴，一家人黄泉路上总不会孤单。一定是巧合。这是为何呀？才一炷香不到就灭了？我去救小妈。小妈，我来救你了。小妈，你还好吗？走水了。一定是这个毒妇放的火。小妈，其他地方的火势我都控制住了。但是，我是太猛了，我控制不住了。哎，小妈，我是凶险，我们来世再见。哎，走水了吗？走水了。小妈，你没事太好了。小妈怎么舍得和你分开呢？我们来啦！小妈不必害怕，府里怎会忽然走水啊？这火来势汹汹的，怎么这么快就灭了？这火没烧了侯府，小妈你很失望吧？小妈只是担心罢了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小妈呢，儿子？小妈，这都是哥哥聪明，哥哥设计了报警铃子。报警铃子？是啊，我们薛府墙壁上都有一条棉线，棉线上系着铃铛。这火一旦烧断了棉线，铃铛下坠，就会发出声响。听到声响，我们就知道哪里走水了。全府上下都是铃铛，可是弟弟就是不许东阳玩。这可不是玩的，东阳。哦，那可真是厉害了，这家人居然有点难杀。我们薛家这20年走水了10次。可能是歹徒认为走水能把谋杀变成意外，这样能烧的人证物证都没有，也无从查证，对吧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都快被吓死了。是啊，放火的人觉得自己能够掌控全局，其实就是在玩火自焚，小心别把自己烧得焦头烂额。幸亏哥哥早有准备，薛府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进行防火操练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小妈又受惊了，薛府好多事您都要适应，将来什么操练都要您来安排啊。哎呀，小妈头疼，
天色晚了，你们都回去休息吧，我歇一会儿。嗯。儿子，走水就要万无一失，一次能防，连着2次，你防得住吗？死了。这火烧的实在难以入睡，还是打麻将开心。子墨，6万。东风，糊了。不是你这都能糊啊？这就糊了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哥哥手气好，是天注定。怎么突然刮起东风来了？糟了，静安寺！大胆放纵人！为了阻挠我办案，竟敢火烧静安寺！薛一卫这是明摆着要跟我作对。对，我一定要参凤做人一本。参。别哭了，看你烧那个熊样。我没事吧？没事啊。陛下龙颜大怒，薛一卫总指挥凤作人行事张扬，区区2日便引人注目。前太子调查须得秘密进行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打草惊蛇，你可知错？臣知错。皇位继承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要因为你的愚蠢而毁了陛下的大事。怎么？你要抗旨吗？臣接旨。区区女流之辈，果然不肯大用，枉费了圣上的信任。再如此行事荒唐，当心你的小命不保！哼！看来还是得低调行事。这一屋子老弱病残，老的不能杀，女的不用杀。薛和旭，下作小人，那就先杀了你。这几天家里乱糟，大家都受惊了，给他熬点汤吧。正好，我来加点料。你去给我拿点枸杞去。
哎，好嘞。嗯。我的眼镜蛇丸呢？食人花露呢？我的化骨绵粉呢？我的银子呢？那是我的药盒子。早上好啊！啊，我这处理一下干垃圾，这垃圾要是弄不好的话，会变成有毒的哦。啊，嗯哼，嗯哼。薛和胥，你必须马上、立刻给我死！小妈，看你整天待在屋里，不出来跟大家玩吗？东阳啊，最近家里出了变故，小妈心中忧虑，自觉无用。小妈，前段时间家里闹哄哄的，祖母嘱咐我不许出去玩，但是赏赐了我好多零花钱，你看，能买好多好吃的好玩的，都给你。都给我？为何呀？能在这个时候还留在薛家，一定是好人。祖母说了，好人就一定要有好报。虽然这一家人看着不像坏人，但该杀的人还是得杀。儿啊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弟弟，来喝第一碗鸡汤了。啊？哦？风车真好看。弟弟，鸡汤，哥哥趁热喝。行。大哥，你见过王氏没有？为什么问小妈呀？这汤她碰过吗？弟弟，这就是你不乖了。小妈才刚过门没多久，昨天晚上又受了那么大的惊吓，不能让她下厨做鸡汤，这是你嫂子给你炖的。啊，嫂子炖的呀？我的意思是说呢，这种小事啊，就不要麻烦小妈了。让她不要进入我们府里的任何地方，让她这辈子都好好休息。哦。我觉得还是先忙完再喝。不行，媳妇儿说了，要趁热喝。而且你看，我特意给你找的鸡左腿，这肉可多了，可香了。鸡左腿？可香了。行。这汤。